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乾隆年间海上目击龙事件，真相被封存200年，幸存者沉默。如果我告诉你，乾隆年间真的有一支船队在东海看见过龙，清朝地方志里曾留下一句奇怪记载：海有长影，雷中吞舟。几百年来，人们都以为这是神话，但现代卫星却在东海深处拍到一个几乎一样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乾隆37年，东海沿岸的天气极不寻常。那一年春末，福建与浙江沿海接连出现海雾压港、罗盘失准、夜海泛蓝的现象。根据后世海防档案整理，当时宁波、定海、台州与福州港的商船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海里有长影，且不止一次被人看见。最初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对于中年讨海为生的人而言，海上出现怪事并不罕见。巨型鲸鱼、帆船后的漂浮桅杆、夜间因浮游生物形成的蓝色海火都会被误认成龙。甚至在部分地方志中，所谓龙见于海的记录也常被后世学者解释为大型鲸类跃出水面或风暴前的低空雷云形态。然而奇怪的是，自乾隆37年5月起，这些传闻开始出现一个诡异共通点，所有见过长影的船都提到一个相同细节：风暴来临之前，船上的铜器会先震动。最早记载这一现象的是一支由福建水师巡哨船组成的小舰队。当时的福建总督因海盗猖獗，下令沿海加密巡逻，尤其防范台湾海峡附近私盐船与倭寇余党。5月初9夜里，一艘名为镇海营3号的浮船奉命自泉州北上，护送粮盐船队。船体长近20丈，采用双层龙骨结构，船首安装红夷火炮3门，两侧装有鸟铳架，甲板覆盖厚木板以抵御风浪。船上共有水兵46人，另有火器官与记录官各1名。按照后来的笔录，当夜原本风平浪静，直到子时过后，海面突然像被什么东西从深处搅动，先是风停了，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平静，而是一种近乎死寂的停滞。风帆失去鼓动，海鸟消失，甚至连桅杆上的绳索都不再晃动。负责瞭望的士兵后来回忆，那一刻海面像一块黑色铜镜，没有波浪，却隐隐泛着冷蓝色光芒。紧接着更怪异的事发生了，船上的指南针开始疯狂旋转，就像被某种力量干扰。火器官发现固定火炮的铜扣开始发出轻微震颤，频率越来越快，就像地面震动前的预兆。有人说自己闻到一股铁锈混着烧焦木头的气味，还有士兵发现自己的头发竟莫名竖立起来，没人理解那是什么。直到海面中央忽然出现一道巨大的黑影，它并不是突然冒出，而像从海水深处缓慢浮升。最开始人们以为那是一片翻涌的浪墙，但很快发现不对，那东西在移动，而且太长了。黑影长得几乎看不到尽头，在黑海中蜿蜒前行，偶尔露出弧形轮廓，像一节节脊骨从水下隆起。它经过之处，海水竟然泛起诡异蓝白光，像被火烧过一样。最可怕的是没有浪声，一个体型如此庞大的东西移动，却几乎不产生正常海浪，就像它与海水之间存在某种违背常理的关系。记录官在惊慌中写下：海有长物，隐于雷前，其形无声，似龙。但真正令全船恐惧的并非它的体型，而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众人尚未反应过来时，天空忽然炸响雷声，一道闪电劈落海面，短暂照亮那个东西。所有人只看见不到2秒，却足以让几十年后仍有人不敢回忆，因为他们看到的并不像传统想象中的龙，它没有夸张鹿角，也没有翻飞云起，而更像一种巨大而细长的生物，表面覆盖深黑色纹理，身体似乎存在规则排列的棱状结构，在雷光下反射金属般冷光。最诡异的是，它的一部分表面竟隐约发光，像某种纹路在流动，就像血液不是红色，而是冷蓝色电流。下一秒，海面忽然掀起巨浪，盐船直接侧翻，数十名船员坠海，而那道黑影竟突然垂直抬身，像被某种力量托举，从海面拔起一部分身躯，足有数十丈高，随后迅速消失在雷云之中。有人跪下大喊真龙显灵，也有人当场精神失常。更离奇的是，暴风结束后，船队竟发现海面漂浮着大量被烧焦的鱼尸，鱼鳞表面带有奇怪焦痕，像遭受高温电击。回港之后，这份记录被迅速封存，
因为官员担心妖言惑众，但事情并未结束。接下来数月，同类事件陆续出现在浙江、舟山、台湾、澎湖与东海商路，甚至有荷兰商船记录到会发光的海蛇穿越风暴区。后世历史学者长期认为，这些事件或许只是鲸群迁徙加上雷暴天气造成的误判，但问题在于部分细节无法解释。例如，所有船只都提到指南针异常。现代地磁学研究显示，强电磁扰动确实会让罗盘失灵，而深海火山活动释放出的带电粒子也可能引发局部磁场变化。更惊人的是，某些学者提出一种大胆假说，18世纪东海可能曾短暂出现过一种极端罕见的大气等离子现象。简单说，在特定海洋气候下，深海甲烷喷发、地磁异常与雷暴叠加，可能形成巨大的发光电离云层，使人误以为看见生物形态。但问题仍然存在，为何如此多人描述出相近轮廓？为什么铜器震动？为什么海水发光轨迹成线状而非自然扩散？于是，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大胆的方向。21世纪初，一些海洋探测资料显示，东海大陆架下方存在大量未知地质空洞，部分区域甚至探测到异常低频信号。这些信号规律极不自然，频率稳定的像人为制造。与此同时，现代军方研究中曾出现一个鲜少被公开讨论的概念——超导流体推进。理论认为，若某种载具能利用超导磁场改变周围流体密度，便能大幅降低阻力，甚至实现近乎无波浪航行。而当年水兵描述的那句其形无声，忽然变得令人不安，因为一艘依靠传统物理航行的巨大物体，不可能在海中几乎不产生水压波，除非它根本不是依靠普通推进移动。部分研究者甚至进一步提出一个更疯狂的猜想：乾隆年间海上的龙会不会并不是生物，而是一种来自未知文明的深海载具，某种长期隐藏于海沟区域、具备仿生外形与电磁系统的装置。那些被误认为龙鳞的纹理，也许是分段装甲，蓝色流光并非神迹，而是能量散热，而飞身入云的动作可能只是进入强雷暴区域进行能量补充。因为现代科学已经发现，高空闪电中蕴含远超想象的瞬时能量。但真正让这一切变得毛骨悚然的是，后来有人重新翻阅乾隆档案时，在一份从未公开的奏折边角发现了一句被刻意删去的话：其物近观非兽，体若舟而节如鳞。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乾隆年间水师看到的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龙，而是一种被误认为龙的巨大机械结构。可问题来了，如果18世纪的东海真的曾出现某种超越时代的未知造物，它来自哪里？又为何偏偏在雷暴之夜出现？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现代东海渔民直到今天，仍偶尔会在暴风前看到一道细长蓝光于海平面下缓慢游动。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乾隆38年冬，事件终于出现第一次官方失控。那年12月，一支自宁波起航的官商混编船队在黑水洋海域失踪。所谓黑水洋，位于舟山群岛以东，自古便被视为咸海，海流紊乱，暗礁密布，常有鬼海之称。失踪船队共有6艘船，其中包括2艘福建制造的大型浮船，1艘押运铜矿的槽船，以及3艘民间盐商船。奇怪的是，按照风向与洋流推算，他们本应在5日后抵达台州港，但整整7天毫无消息，直到第9日，第一艘船终于出现。可当渔民发现它时，所有人都被吓住了。那船竟在没有风帆的情况下漂浮于近海，船体完好，没有遭受炮击，没有明显撞击痕迹，却安静的可怕。更怪异的是，船上一个活人也没有，船舱内仍留着尚未吃完的干粮，铜锅里的米粥甚至还未完全腐败，就像人是在极短时间内突然消失。火器完好，银两未湿，没有海盗洗劫痕迹，连船长的账册都仍放在桌上。唯一异常的是，整艘船所有铜器都出现轻微发黑现象，像长期暴露在某种高温磁场之中。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负责搜查的官兵发现甲板表面留有许多奇怪痕迹，那些痕迹并不像刀剑划痕，更像某种巨型物体缓慢摩擦后的压痕，呈现规律性的弧线排列，就像一节一节圆弧从船身掠过。有人立刻联想到龙爪，但真正让记录官不安的是，他发现这些痕迹间距几乎一致，精确到令人不适。
自然生物极难留下如此规律结构，除非那根本不是生物。消息传回杭州后，乾隆朝廷一度试图压制，因为彼时清廷最忌讳海上妖异传闻影响海贸。然而就在调查期间，更大的事情发生了。第二艘船被找到时，船上终于有了活人。那是一名仅存的年轻水兵，被发现时缩在底层船舱角落，双眼严重充血，全身高烧，嘴里不断重复一句话：他不是龙，他在看我们。最初官员以为他受惊过度，可连续数日审问后，对方讲述出的细节却惊人一致。他说，失踪当天海面原本平静，直到深夜罗盘突然开始旋转，天空没有月亮，海面却发出诡异蓝光，像整片海洋在发亮。随后他们看到远处出现一道长影，起初所有人以为是鲸群，但它太长了，长到像一座移动山脉。它没有拍打海面，没有巨大浪花，而是安静滑行。最诡异的是，它并非一直在海里，有时它的一部分会缓慢离开水面，露出近似脊背的结构。那些结构在夜里泛着幽蓝光，像内部有东西流动。船长命令点火炮警戒，可就在火炮点燃瞬间，所有火神突然同时熄灭，不是被风吹灭，而像空气突然缺氧。接着所有铜制器具开始震动，桅杆发出低沉嗡鸣，连牙齿都跟着震颤。然后海面上方忽然亮起一道白光。水兵后来回忆，那一刻不像闪电，更像某种会移动的光墙。而在那道光后，他第一次看清了所谓的龙。那东西的表面并非皮肤，而更像覆盖层。它的身体存在规则拼接结构，间隔处偶尔会闪烁蓝色流光，像某种液态电流沿内部管道移动。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它的一部分外表竟然出现几何线条，不是自然纹路，而像刻意设计。然后那东西忽然停下，是的，它停了，就像发现了什么一样，静止在船队旁边。紧接着船员们发现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海水开始升高，并不是浪，而是整片海面像被什么力量抬起。船队四周形成一个巨大圆形凹陷，他们的船就像被困在某种漩涡边缘，却没有任何旋转水流。现代流体力学专家后来提出过一种理论，若某种超高能电磁场作用于高盐度海水，可能造成局部海平面异常变化，但需要的能量规模远超现代舰艇能力。更令人不安的是，水兵描述自己当时出现短暂失忆。他说时间像消失了，前一秒还在甲板，下一秒却已天亮，而船上大部分人不见踪影。现代神经学曾提出一种现象，强电磁环境可能干扰海马体记忆编码，使人产生时间缺失。美国海军也曾记录部分飞行员在高能雷暴区出现时间感混乱，但问题在于18世纪东海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环境？21世纪一份冷战时期解密资料意外让这件事再度升温。上世纪70年代，美军曾在西太平洋记录到一种代号长蛇的异常目标，它能在海平面下高速移动，速度远超潜艇，并会在雷暴天气出现。雷达偶尔捕捉到长条形热源，但很快消失。由于外形极长，一度被误认为系统故障。然而真正令人背脊发凉的是，美军绘制的目标轮廓与乾隆年间水兵描述竟有惊人相似，细长、分节，近乎无波推进，伴随强电磁干扰。于是一种更加大胆的假设被提出，所谓龙会不会是一种长期存在于海洋中的未知系统，某种远古遗留科技，或甚至不属于人类文明的海底装置？它们平时隐藏于深海热液区，以地磁能量维持运行，只在雷暴期间上浮充能。因为现代物理学早已发现，闪电一次释放的能量极高，理论上可作为短时间能源捕获目标。换句话说，乾隆年间那些所谓龙出没于雷雨之间的记录，也许并非迷信，而是在用古人的语言描述某种高度先进的未知现象。但事情最可怕的部分并不是龙存在，而是后来调查人员在第3艘飘回来的船舱底部发现一块完全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金属碎片。那东西没有锈蚀，没有铜铁纹理，极轻却坚硬的无法切割。它的表面刻着一种无法辨认的细密纹路，像文字又像电路，而在紫外光照射下，它竟浮现出一个诡异图案，一条盘旋的长形轮廓正在穿越某种风暴结构。最令人不安的是，现代研究人员后来发现，那图案的比例
与今天卫星拍摄到的某些超强台风眼内部能量流线图几乎一致。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乾隆朝廷原本打算将此事彻底压下，浙江巡抚在密折中写得极谨慎，只以海患异象，恐乱伤民8字概括，并要求舟山、宁波、定海等地严禁传播海龙吞舟的说法。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越来越无法收拾，因为就在第3艘船被拖回港口后，负责勘验的匠人发现了一个更加诡异的现象，整艘船的时间似乎不对。船舱内原本应在数日内腐坏的鱼肉竟保存得近乎完好，船木吸水程度也明显低于在海上漂泊10余日该有的状态，甚至连油灯中的桐油都未出现凝固。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位老船匠在检查船底时发现部分海藻附着状态异常。按照海流速度推算，这艘船至少漂流9日，但船底海藻生长程度却像只过了1-2天。最开始没人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直到杭州一位擅长历法推算的官员提出一个大胆猜测，会不会这艘船实际经历的时间比外界少？这个想法在乾隆年间自然显得荒谬，但放在现代物理学中却意外触碰到一种极其危险的可能局部时间差。根据现代广义相对论，高重力场与极端能量环境理论上会导致时间流速不同，而21世纪关于高能电磁场的实验也曾短暂观察到微观尺度下时间测量偏差。若某种未知装置在海上制造了局部场域，使其中空间发生轻微时间扭曲，那么水兵口中的失去一整夜或许并非错觉，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缺失。于是乾隆年间，龙的故事开始出现另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解释，那些失踪的人也许并没有死，而是被带去了某个偏离时间的区域。但真正让事件进入失控阶段的是乾隆39年春发生在澎湖海域的一次目击。那年3月，一支由广州商船组成的远洋船队北返时，于深夜遭遇强对流风暴。船长陈启安在事后留下了一份后来被秘密封存的航海记录。他写道，当夜3更后，海平面忽然变得异常明亮，不是月光，而向海底升起某种冷光。船员们最初以为是海火一种由浮游生物造成的自然发光现象，但很快发现不对，因为那光并非随机扩散，而是在移动。它先是出现在远方，随后像某种极长物体沿海底缓慢游动，海面出现一条发光轨迹，长度超过数里。最可怕的是，船队中的狗开始狂吠。清代远洋船常带狗防鼠，可这些狗却突然全部趴伏，发出类似哀鸣的声音。几名船员甚至开始耳鸣，像有人在耳边低声震动。现代声学后来发现，某些低频次声波能让人产生强烈不安、压迫感，甚至幻觉，而大型海洋机械或地质活动也可能释放类似频率。但陈启安记录中有一句话让后来研究者背脊发凉：海下似有钟声，不闻于耳而震于骨。换句话说，那声音并非真正被听见，而像直接通过身体传导。紧接着，风暴云层忽然裂开，就在一道横贯天际的闪电照亮海面时，所有人都看见了那个东西。它比过去记载中更巨大，长影在海下若隐若现，一节一节排列，如同巨大的脊柱。表面偶尔浮现规则几何光纹，而在某些位置竟像出现透明区域，隐约可见内部结构。那不像生物器官，更像某种复杂排列的腔室。船员们惊恐地发现，它移动时海面并不会正常翻滚，而是先出现轻微下陷，再形成波纹，就像海水主动让路。这一点后来竟与现代超空炮推进理论出现某种诡异吻合。所谓超空炮推进，是一种通过在物体前方形成气泡层降低阻力的极端技术，理论上可使物体高速移动并减少水阻。可问题在于，现代人类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掌握相关概念。若乾隆年间所谓龙已具备类似现象，那么它的技术来源便变得无法解释。更可怕的是，就在所有人呆立时，那东西忽然停止移动，然后缓慢转向船队。陈启安后来在笔录中写下一个极其奇怪的细节，其前端忽现2点白灰如幕。最初研究者将这理解为某种发光结构，但现代影像分析专家却提出另一种可能，那并不是眼睛，而是某种扫描系统。因为就在白光亮起后，整艘船所有金属物件开始发热，
铜钱烫得无法触碰，刀鞘边缘甚至出现局部融化。现代电磁学指出，强电磁脉冲可能诱发金属导热与电流异常，而部分高功率微波设备亦能产生类似效果。换句话说，船员眼中的注视可能其实是一种扫描。最惊人的细节发生在几分钟后，船上一名水手突然发疯般大喊，说海里有人。众人顺着方向看去，竟真的在长影附近看见几个模糊轮廓，像有人站在某种平台上。他们并非古代装束，而穿着某种贴身深色衣物，动作极缓慢，甚至像漂浮在空气中。下一秒，一道强光闪过，所有人短暂失去意识。等再醒来时，暴风结束，天空晴朗，而海面什么都没有。可船员们很快发现事情已经不对了，因为他们明明离开广州才不过数日，却在回港时发现港口挂起了不同月份的旗号。经过比对日期，所有人浑身发冷，他们失去了整整11天。最开始官府认定是船员撒谎，但后续粮食消耗、天气记录、洋流方向全部证实，他们确实不可能漂流那么久，就像那11天被某种东西从现实中直接剪掉。现代物理学中有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称作时空剪切效应。理论认为，极端引力或高维能量场可能造成局部时间断层，虽然从未被证实，却常出现在深空推进假说中。于是，一个越来越疯狂，却又越来越像真的推论逐渐浮现。潜龙海上的龙也许从来不是生物，而是一种长期潜伏在地球海洋中的未知系统。它并非来自天空，而一直在海底。雷暴只是它们浮出海面的窗口，而所谓龙鳞不过是分节装甲，所谓龙眼是探测装置，所谓吞舟也许只是人类船只不慎闯入某种高能场范围。真正可怕的是，21世纪后东海某次深海探测中，一台无人潜航器曾在海沟深处拍到一段不到3秒的影像，黑暗海底，一道极长轮廓缓慢掠过镜头，表面闪过规则蓝光。而设备记录下最后一句自动日志只有一句，检测到异常磁场，结构长度无法估算，随后画面中断。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段轮廓的比例与乾隆年间密折里那句其物常若浮尘，结如鳞甲几乎完全一致。但真正可怕的是，直到今天，每逢东海强台风形成前，仍有渔民说他们会在夜海深处看见一道细长蓝影，正安静地沿着风暴边缘缓慢游动，像是在等待什么。于是，一个几乎无法被证实却又无法被否认的假设逐渐浮出水面：清代海上目击的龙影事件或许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某种长期存在于地球环境中的观测系统的一次显现。它不属于人类文明，却与人类历史发生过多次交集。而所谓的史前文明也许并非完全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这个系统之中。人类在某些时刻被读取、记录，甚至被校正，而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信息，有一部分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为龙、海眼、天门等意象。至于那条被看见的龙，它究竟是自动运作的装置，还是某种更高存在的延伸，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只是从那之后，福建沿海的老渔民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海面近得不像海的时候，就收网回港，不要停留，因为他们相信，在那样的时刻，海不再只是海，而是另一层世界的入口。而你一旦被它看见，你的一部分就可能已经不属于这里了。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